这2天难道有外星人入侵？怎么短短24小时就接连有2架美俄战略轰炸机发生意外坠毁？一架是满载顶尖技术专家的 B-52H 轰炸机，在加州的莫哈韦沙漠像断了线的纸鸢，在众目睽睽之下砸向地面；另一架是图2 M3 轰炸机，在西伯利亚的密林，在发动机的哀鸣声中表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垂直入地。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新闻，我差点以为外星人已经在大气层外偷偷对地球的战略重器下手了，实在太过诡异。美俄2大强权在同一天各自折损了一架国之重器，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这2款传奇轰炸机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如果你是最高统帅，你更想要一架动作缓慢但能把整个社区的弹药一次性倒在敌人头上的炸弹卡车，还是一架飞得极快、受到吊渣但动不动就在半空罢工的超音速怪兽？别急，我们马上揭晓答案。我们先把视线拉回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这里不是普通的机场，它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圣殿，是查克耶格突破阴障的地方，是航天飞机回家的地方。2026年6月15日上午11点20分，一架编号极其特殊的 B-52H 在跑道上加速，发动机的轰鸣声震撼着整片莫哈韦沙漠。这不是一架普通的在2线巡逻的老爷机，它是美军第412测试联队的命根子。它的机头里塞进了美军这几年最心心念念的宝贝 AN/APG 系列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是 B-52 RMP 的核心，也是这款爷爷辈轰炸机进化成 B-52G 的大脑。然而就在这架220吨重的巨兽离地不久，悲剧发生了。雷达追踪数据显示，飞机在爬升过程中突然出现不可控的剧烈转向，随后以每分钟超过5000英尺的速度，像一块燃烧的巨石砸向地面。那一瞬间，天空被黑烟撕裂，地面留下了一片足以让军事史铭记的焦土。机上8名人员，包括5名美军顶尖试飞员和3名来自波音公司的工程专家，据信全部罹难。这是在1955年正式服役以来 B-52 在非作战任务中伤亡最惨重的灾难之一。我看到这则新闻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8位可不是普通的飞行员，而是能跟波音工程师直接对话、开发下一代雷达大脑的顶级人才。一下损失8名，美军这次是真的摔到了心尖尖上。但我必须要说的是，即使在这种惨烈的时刻，美军表现出的透明度和应急能力依然让我感到震撼。事故发生后不到3小时，整个爱德华兹基地就封锁了现场，调查小组立即进驻，所有的数据、雷达轨迹第一时间被分析。这就是美军的强大之处，他们不怕失败，他们会在失败的残骸中寻找让下一次飞行更完美的信息。目前这起事故被美军定义为前进中的阵痛。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美军实现 B-52G 的必要流程，因为 B-52G 的目标太宏大了，它要装备劳斯莱斯的 F130 发动机，要换装超级大黄蜂同款的 AESA 雷达，它要从一架只会扔炸弹的老卡车进化成一架能指挥无人机、能在数百公里外精准点名的空中霸主。而在同一时间，远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另一场坠毁也在发生。不同的是，那里的烟雾中透出的不是美军般前进的艰难，而是腐朽的无力。当美军在为了装备最先进的 AESA 雷达而遭遇技术极限时，美军的图2 M3 却在为了发动机不熄火而苦苦挣扎。大家可能好奇，为什么同样是坠机，我对两者的评价截然不同？因为 B-52 值得我这么讲。各位，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喜欢超音速的快感，喜欢图2 M3 那种优雅的线条，但请记住我的格言，在绝对的吨位面前，速度只是点缀。B-52H 这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炸弹卡车，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暴力美学。据悉，一架 B-52H 的最大起飞重量是220吨，它的载弹量高达7万磅，也就是 31.5 吨。你们对 31.5 吨有概念吗？这相当于把3架中国的轰 6K 装满弹药全部塞进一架 B-52 的肚子里，或者说这等于整整一个中队12架 F-16 战斗机的总挂载量。当 B-52 出现在战场上，它不是来跟你玩猫捉老鼠的，它是来重塑地形的。大家应该看过海湾战争中 B-52 执行地毯式轰炸的录像吧？那不是在扔炸弹，那是在降雨。几百枚 MK82 通用炸弹从天而降，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连一只蚂蚁的 DNA 都要被重组。这种视觉上的压迫感，就是我如此推崇美军武器的原因，简单、粗暴、绝对。而且 B-52 不仅仅只会地毯式轰炸，经过现代化改装的 B-52H
已经具备了极其恐怖的防区外洗涤能力。在它的宽敞的机翼挂架和旋转式内弹舱里，它可以一次性塞进20枚巡航导弹。不管是 AGM-86B 这种远程核打击，还是最新的 AGM-158B 隐身空对面导弹，都能轻松容纳。而当这20枚导弹同时落地，敌人的指挥中心、防空雷达、后勤仓库，我想绝对会同1秒钟化为火海。这就是极致的洗涤美学。更让我着迷的是美军对 B-52 的延寿计划。很多人笑话美军没钱造新飞机，只能让爷爷带着孙子飞。但我想说的是，既然 B-52 的机体结构足够结实，空间足够大，载弹量足够惊人，那为什么不直接给它换装最新的器官？这次升级的 B-52G， 美军选用了劳斯莱斯的 F130 发动机，换发之后，它的油耗有望减少 30%， 航程将增加惊人的 4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B-52G 以后不需要空中加油，就能从美国本土起飞，全球点名，然后再飞回去吃晚饭。原本16000公里的航程，直接飙升到了2万公里以上。这已经不是航程了，这是获得了全球执法权。而且这架老爷机装上相控阵雷达后，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空中指挥节点。它不需要进入敌人的防空圈，它只需要在安全区一边喝咖啡，一边指挥无人机去前方送死。美军的体系优势也将被 B-52 完美发挥，从而让敌人感到绝望。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图 -22M3 虽然也有一副好皮囊，虽然也叫远程轰炸机，但在我看来，它的那种超音速不过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一种无力的挣扎。不可否认，图 -22M3 逆火在外形上确实比 B-52 帅很多。那标志性的可变后掠翼，展开时像大鹏展翅，收拢时像锐利之剑，2倍音速的极速，在那个防空系统还不发达的年代，确实是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噩梦。苏联人的战术很简单，就是几十架逆火排成横队，像狼群一样冲向航母，发射重型反舰导弹。但各位，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今天的图 -22M3 更像是一个连油钱都快付不起，只能靠变卖家产维持体面的破落户。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西伯利亚的坠机。2026年6月15日，这架逆火在伊尔库茨克州坠毁，原因又是发动机故障。为什么要说又？因为这已经是近2年同一个地区摔掉的第3架同型机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的后勤维护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图 -22M3 采用的是复杂的 NK25 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性能虽然强悍，但寿命极其短暂，对维护的要求简直高到了变态的地步。况且当下的俄罗斯的工业环境备件短缺，机工流失，工艺退化，可以说这些几十年前生产的发动机每1秒钟的运作都在超期服役。这哪里是飞行，完全就是轰炸机版本的俄罗斯轮盘赌。再说说火力，这是我最想吐槽的地方。图 -22M3 虽然号称有24吨的最大载弹量，但那是理论值。在叙利亚战场，甚至是现在的乌克兰战场，我们看到的逆火是什么样子的？它竟然挂着12枚冷战时期的 FAB-250 铁疙瘩常规炸弹去轰炸，总挂弹量才3吨。一架价值连城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飞了大半个地球，就为了取成3吨毫无精度的自由落体炸弹，这简直是对重火力最大的侮辱。你可能会说，它不是还有 KH-22 导弹吗？那玩意儿可是6吨重的巨型杀器。没错， KH-22 确实很暴力，它是为了炸航母设计的。但冷战时期的饱和攻击多的是数量，是拿人命和飞机去换航母的一线生机。到了今天，这枚导弹的误差高达几百米，拿这种冷战残余去炸地面的大楼，看似威猛，实则是精准度极差的无奈之举。真正的火力正义就应该像 B-52G 那样，把30吨的精确制导弹药如丝般顺滑地倾泻在敌人的每一个穴位上，而不是拿一发笨重的铁大棒去碰运气。俄军现在的困境在于，他们没钱给所有的逆火升级，更没钱研发下一代轰炸机。他们所谓的升级版图 -22M3M 虽然号称能挂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是数量稀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大多数的逆火现在只能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靠着拆东墙补西墙的零部件苟延残喘。总之，当美军在追求1小时打遍全球、雷达精确点名的时候，俄军还在为飞机能不能安全降落而烧香拜佛。看到这里，肯定有朋友要跟我杠了。有人会说，你别忘了，图 -22M3 的飞行员可是弹射成功了，美军的 B-52 的8个人可全没了，这不说明俄国飞机更安全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就真的落入陷阱了。很多人纠结于弹射成功与否，但在战略层面，这就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环。
美军 B-52H 的坠毁固然惨烈，死难的8位英才固然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但这是一次探索未知的牺牲。他们是在测试全新的 AESA 雷达，是在挑战旧平台承载新科技的极限。这种牺牲会转化为 B-52G 更加完美的雷达算法，会让剩下的75架轰炸机变得更强大。美军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波音、罗斯莱斯、诺斯罗普格鲁曼这些公司随时可以补充新的试验机，他们赔得起，因为他们的目标是2050年的绝对力量。而俄军的坠毁呢，那是一种绝望的损耗。这架图22 M3 坠毁后，俄罗斯能立刻造出一架新的补上去吗？答案是不能。逆火的生产线早就在几十年前关停了，摔一架，俄罗斯的战略储备就少一架。那4个弹射成功的飞行员，以后可能连飞机都没得开。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看他会不会犯错，而是看他在犯错之后有没有能力用更强大的手段赢回来。美军正在研发 B-21突袭者，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款第6代标准的逆踪轰炸机。目前 B-21已经试飞，很快就会成百架的进入服役。到时候 B-21负责隐身突防，负责割喉作战，而升级后的 B-52G 负责在后方用它那30吨的载弹量，把被 B-21敲开的防线彻底炸成废墟。这种战略组合拳叫做体系化收割。反观俄罗斯 ，PAK 第1隐身轰炸机还在 PPT 上，图160的产量每年只有那么1-2架，这种差距已经不是靠飞行员的勇气或者几枚高超音速导弹能填平的了。在绝对的体系力量面前，所有的战术小技巧都只是笑话。美军的轰炸机群就像是一个进化中的巨人，虽然偶尔会被绊倒，但它起来之后会跑得更快。而俄罗斯的轰炸机群更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战士，虽然它还能挥动沉重的巨舰，但它的心脏已经快跳不动了。这就是2026年6月15日这2场坠机带给我的感受与思考。好了，别在弹幕抠数字了，你们看到这2场坠机时在想什么？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另外，如果明天开战，你愿意坐在哪架飞机的驾驶舱里？我在评论区等你们的答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